必有令。这是你们这个月的口粮和柴火。求求您开开恩，这毒疙瘩吃一口就要命啊！落到我赵老虎手里，是龙得盘着，是虎得给我窝着。兄弟们，回城喝酒去！要不是你家这个扫把星，我们能落到这个地步吗？苏安，你还有脸笑？你赔我的命啊！极品露天浅层无烟煤，刹车量简直爆炸！野生高淀粉马铃薯，绝对是极其罕见的抗寒变异种。婉儿她被吓傻了。哭能产热吗？眼泪流出来3秒钟就能把你们的眼皮冻在眼眶上，懂不懂常识？爹，别好了，留点体力。这特么是天然的烧烤局啊！烧烤局。不想被冻死的，现在立刻马上去把那堆煤给我搬过来，然后去那边的背风坡。你让我们去搬黑鬼石？你疯了！那是毒石，沾了阴气的，烧了会死人。引你大爷的气！那叫煤炭，烧死人的不是石头，是在密闭空间燃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中毒。一帮9年义务教育都没接受过的古代文盲，哪来那么多废话？搬！用血和泥巴垒灶台，火一烧不就化了它了吗？简直是异想天开。这叫利用极寒温差让泥土快速冻结，形成暂时的耐火层。U 型排烟道，搞定。热了，没毒，真的没有毒烟。婉儿，你救了全家的命啊！哼，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有什么好得意的？火有了，接下来是食材处理。这发青的毒疙瘩绝对不能吃，吃一口神仙难救。爹，放手，这是马铃薯。发青发芽处有龙葵素，有毒。苏青青，过来搓洗。凭什么是我？我不洗，这水冻死人了，而且这上面有毒。不洗，那就滚出这个血坑。我数3声，1、2。婉儿，快给二叔切一块解解馋，生吃也行啊！想吃，憋着。现在是本主厨的烹饪时间。暴殄天物啊！你怎么能把油抹在锅底？应该直接生嚼啊！婉姐姐，这毒疙瘩真能吃？你不是说这土豆吃了会口吐白沫、肠穿肠了吗？外酥里嫩，虽然少了点辣椒面和孜然，但这铁板土豆片在零下30度里简直绝了！爹，吃一片。太好吃了！老夫这辈子在京城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竟然都不如这一口毒疙瘩好吃。想吃，可以去周围捡干柴，去挖雪水，负责洗碗。我们这里不养闲人。
我洗，我干，婉儿，你给我留2片啊！求求你了。王爷，末将刚才派探子偷偷下去听了一耳朵。说，那醉女说这叫铁板烧。城墙上的卖不卖辣椒面和银盐？1碗流油的铁板土豆换了。格外儿，昨晚的铁板土豆片真是太顶饱了。哟，赵大人这么早带板车来，是来给我们送早饭的吗？你们怎么没死？这不可能！瞎了你的狗眼！有我侄女在，什么毒物都能变成极品美味。免去苏家死人谷之刑，全族发配火头军服役。火头军，行啊，包吃住就行。千金大小姐会切菜吗？咱们火头营不养废物。吃这种垃圾，没得坏睡病简直是奇迹。有本事你变出肉来啊！本小姐今天不仅变出肉，还要给你们变出最顶级的野生高蛋白。钓鱼？你今天要是能从这冰窟窿里钓出1条鱼，老子把这砧板吃了。好啊，备好你的牙口。冰下缺氧，气压差是关键。二叔，呈品字形砸，呈45度角向内倾斜。装神弄鬼，我就看你们怎么把鱼骗上来。神迹，婉儿，你是在龙王爷那儿进货了吗？老王，愣着干嘛？把你的砧板准备好，我喜欢看人干吃木头，还不赶紧拿筐来捡鱼！苏姑奶奶，您悠着点切，别伤了您这双神手，我给您捶捶背。滚一边去，别挡光！老王，烧锅，下猪油。鱼头必须先用高温油脂双面煎黄，这样才能破坏腥味蛋白，促使后续充分乳化。北荒特产雪莲果提鲜，还有野生高年份寒地参，给你们这群营养不良的古代人补补身子。这是什么味道？肉香？不对，比肉香100倍，还有一股暖洋洋的药味儿。白长，好像是从火头营传来的，去看看。老子今天就算是死，也要做个饱死鬼。老王，你他娘的在背着兄弟们吃什么毒食？给老子交出来！鲜，这野生胖头鱼的胶原蛋白简直绝了。
那个流口水的百夫长想喝极品野山参胖头鱼汤，拿你们军营里的金铁塔戳铁好，或者羊皮铆来换。我换，我他妈全换！姑奶奶，给我来一大碗，多舀点鱼肉。太好喝了！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在此作乱！何风，末将在。去查查，他那锅里到底放了什么妖法。顺便，给本王也端一碗过来，本王要亲自验毒。身高188左右，肩宽背阔，肌肉密度极高，就是这脸色太白了，典型的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导致的低血糖和气血两亏。放肆！见到王爷还不跪下！纠正一下，那叫无烟梅和野生马铃薯，不是什么鬼不鬼毒不毒的。本王听说，你这锅汤能让人气血翻涌，状若疯癫。本王怀疑你下了毒。所以，王爷，我这火头营有规矩，刚才他们喝汤是用金铁铁锹和羊皮铆换的。您堂堂镇北王要喝这碗头汤，不给点彩头，说不过好啊。有意思，在这北荒敢跟本王谈条件的女人，你是第一个。说吧，你想要什么？第一，我要黑死灵的使用权；第二，我要5车新鲜牛羊粪便；第三，我要废弃琉璃瓦；第四，借我20个精壮士兵。你要这些干什么？种地啊！不种地，难道天天给你们变戏法钓鱼吗？坏城河底下的鱼再多，也经不住10万大军吃1个月的。种地？王爷，实在对不住，大雪封山，运粮的道断了。这最后批陈粮还得涨价，3倍市价，少1个铜板，您这10万大军明天就得啃树皮了。钱老板，3倍市价，你是在发国难财？在商言商，您要是嫌贵，大可以不买嘛。至于这位口出狂言的罪女，在北荒冻土上种地，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知不知道地底下1米全是冻得跟生铁一样的冰土？你要是能种出哪怕1片绿叶菜，老子今天就把黑死林的冻土生吞了。这可是你说的，钱老板，光吃土多没意思，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就赌1个月，如果我种出了反季蔬菜，你手里囤积的所有粮食，连本带利，全部无偿捐给镇北军。好，但如果你种不出来呢？条命，外加野山参胖头鱼汤秘方，全部归你。一言为定，王爷作证，1个月后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何风，给他批条子，他要的废地大粪破瓦片全给他，再拨50个最精壮的士兵归他调遣。兄弟们，苏小姐说了，挖得越深，中午加餐的鱼片就越厚，给老子用力挖！这地冻得跟石头一样，到底要挖多深啊？继续往下，必须突破2米的洞体层。突破了洞体层，地下的恒温带就能发挥地热保温的作用，这叫利用大地筏肚里的迟滞效应，把王爷批给我们的5称牛羊粪便全部倒进去。苏姑娘，您这是要建茅坑还是种地啊？没文化，这他妈叫生物热反应堆。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惊人的热量，最高能达到60度，这就是纯天然的地暖锅炉。兄弟们，铺大粪踩实了！
把这些琉璃瓦以45度倾角朝向正南，给我全部铺在大棚木架上，缝隙用泥巴死死封住。我操！这土棚子里怎么这么热？我感觉像是在泡澡堂子。棚内温度零上25度，湿度70%，发酵床工作状态完美。种下去，记住，间距要宽，长出来的东西会大的吓死你们。王爷，1月之期已到，那苏家罪女要是种不出活的蔬菜，她的命连同那张秘方可就归草民了。钱金宝，你不要欺人太甚！你找死！吵什么吵？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了？哼！王爷，带上你的人，跟我走一趟黑死林吧。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他娘的明明是个大坟包！你把种子埋在这冻土里，是想让他们在地下成仙吗？张大彪，在。掀帘子，给这帮古代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开开眼。肉太吃了，苏姑娘是神仙下凡啊！钱老板，现在张嘴吃土吧。吃吧，这黑死林的土可是极品黑干土，营养丰富的很呢。王爷，草民是开玩笑的，这土冻得跟铁一样，吃下去会死人的。那10万斗粮食，草民按半价卖给军营，求王爷开恩呐！镇北军的规矩，均无戏言。贺峰，末将在。即刻查抄钱家所有粮仓，1粒米都不准少。王爷，你不能明抢啊！我背后可是京城户部尚书啊！太吵了，他既然不想自己吃，你们帮帮他。吞下去！苏姑娘赏你的极品土，敢吐出来，老子活劈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1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冻土。基本的热力学加上温室效应罢了。用牛羊粪便发酵产生底火，再用琉璃瓦形成阳光的单向热辐射通道。只要隔离了外界冷空气，这里的土壤温度就能保持在0上20度。只有2万担南粮，钱金宝那次把大头都转走了，这2万担只够咱们大军吃7天。苏安，你这5个棚子里的菜能吃多久？张大彪，拿锄头来，把2号棚的土豆全给我刨出来。我操！这他娘的是什么怪物？王爷，接好了。大前江南水星最上等的良田，亩产麦子也不过300斤啊！这东西1亩地能产多少？如果扩大规模，亩产6000到8000斤不是问题。贺峰抄回来的粮只够吃7天，而这7天，就是我们逆天改命的时间。王爷，10万大军的兵权，敢不敢借我7天？只要能让大军活下去，这10万将士，这7天，全凭你一人调遣。违令者斩！张大彪，
去把所有棚子里的土豆全部挖出来，切块拌炒木灰。我要在3天内把种子扩充到极限。贺峰，你带5000骑兵去把方圆50里内所有的部落和牧民的牛粪、羊粪、马粪全部给我拉回来。5座大棚救不了10万人，我要在这黑死林里建整整1000座温室大棚。1000座？你哪来那么多琉璃瓦？哪来那么多热量？王爷，我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集中供暖，什么叫人造天火。婉儿，你这又是建的什么东西？这叫超大型招废值。粪便在无氧环境里会产生泱泱菌，它吃掉粪便会放屁，这个屁就是甲烷。放屁！气体顺着这管道输送到大棚底下，只要点燃，我们就能获得比煤炭更稳定、更高温的纯净火焰。这不可能！大粪怎么可能点得着火？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没见识就闭嘴，等会儿别吓尿了就行。管道铺设完毕，阀门准备。火，蓝色的火，没有煤炭，竟然喷出了火，这是神迹啊！这就是你说的甲烷？没错，王爷，集中供暖搞定，接下来该解决肚子问题了。土豆虽然产量大，但直接煮着吃容易腻，而且不易长期保存。大姐，我手都快破了。把擦出来的土豆水用纱布过滤，沉淀出来的白色粉末就是纯粹的淀粉。加温水糊化，揉成面团，直接漏进滚开出来的沸水锅里。这叫红薯土豆粉条，只要晒干了，放1年都不会坏。老王，起锅，烧猪油。加火，倒油。把腌制的酸菜全倒进去，炒出酸香味儿。最后加沸水，下粉条。开发！太好吃了，好吃的我想死啊！一锅粉条，竟收服了10万军心。这女人，留不得，也少不得。贺峰，去把他请过来。记住，是请。王爷，饭菜还合胃口吗？不好吃概不退款啊！苏婉，本王承认看走眼了，你一人抵得过本王10万精锐。说吧，要金银珠宝、高官厚禄，还是这镇北王妃的位置，本王都可以给你。王爷，格局小了，我不要官位，不当王妃，我要北荒所有的开发权，金铁矿优先购买权，还要你10万大军农闲时脱下铠甲，给我开荒、销路、挖大粪。拿镇北军当免费奴隶，这女人疯了！你要雇佣本王的10万铁骑去挖大粪，本王可以答应你，不过有一个条件，以后
本王的一日三餐必须由你亲手来做，少一顿，本王就踏平你的大盘。温度到了。王爷，试试。小铁如女，这竟然是真的，这简直是神兵啊！苏婉，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妖孽？我说了，这是科学，刚也练出来了，饭也吃饱了。王爷，咱们之前谈的商业版图，圣旨到，镇北王锦衣卫北王萧渊接旨。臣萧渊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闻北荒天降祥瑞，有罪臣之女苏婉身怀妖异之术，竟能于冰雪中生出绿雾。此等秘术关乎大前江山社稗，理待收归国有。朕命镇北王萧渊即刻将罪女苏婉带上镣铐，交由工部和户部审问。若敢抗旨不遵，即视为谋反，钦此。完了，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还不快快领旨谢恩！来人呐，把那个叫苏婉的给我拿下！王爷，你要干什么？我看谁敢动他！造反！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婉婉，刚才高炉的火候是不是还差一点？是啊，刚才确实差了一点点引火的废纸。好。你疯了！这是圣旨，你这是谋反！回去告诉龙椅上那个废物，北荒是本王的北荒，苏婉是本王的女人，她的一根头发比大前的江山还要贵重。想动她，让她亲自带着御林军来试试本王手里这把新刀。滚！苏婉，本王是个粗人，不懂文人的花言巧语，但本王知道，这北荒离不开你，本王也离不开你。嫁给本王，做镇北王妃，从此10万骑骑为你马首是瞻，谁敢动你，本王便踏平这天下。当王妃，每天被规矩束缚，还要应付宅斗剧本。本姑娘不稀罕什么王妃的头衔，搞钱搞基建不香吗？这是北荒联合集团的首席安保大队长兼合伙人入职协议。第一，集团董事长只能是我；第二，你的军队农闲必须给我修路建厂；第三，我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敢毁约，净身出户。如果你答应，我可以勉为其难雇佣你做我的上门赘婿。签了它，以后我管饭。好，哼，本王入赘，但从今往后，本王的位，本王的人，你都得负责到底。敢跑，本王就用你造的高炉把你炼了。成交，明天早饭佛跳墙。刚才耍帅把皇帝的圣旨烧了是很爽，但你们不会以为皇帝那个老狐狸被骂了2句就会在京城里哭鼻子吧？苏董事长，您的意思是朝廷会马上派兵攻打北荒？打仗那是下策，大雪封山，御林军来就是送死。皇帝最阴毒的招数绝对是经济封锁。王爷英明，如果我是皇帝，我第一步就会切断北荒的一切供应，第二步就是等镇北军扼拿不起刀，再派兵来接手。那朝廷大军开春打过来，咱们这几个大棚根本挡不住啊！谁说挡不住的？在老娘的眼里，跟纸糊的没区别。张大彪，带人去黑死林后山，给我挖10块石。柯峰，去把今天高炉炼钢排出来的废矿渣和粘土全给我拉过来。我要给你们造前最坚固的城墙，还要印上10倍的终极防御装甲。它的名字叫水泥。把石灰石和粘土混合，扔进高温窑炉里电烧，烧透之后拿出来和炼钢的废矿渣一起，全部给我碾成最细的粉末。苏婉，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让大军整夜不睡，就是为了弄这一堆扬尘的泥土，能挡得住千军万马？泥土，王爷，把你的汤喝完，等会儿别惊掉下巴。贺峰，让人用木板在营地门口搭个1米厚的模具，把这些泥浆全倒进去，然后等什么？等它水化凝固。这就是你说的终极防御，一堵泥巴墙。苏董事长，这种泥墙我一拳就能打穿。哦，是吗，贺将军？来，
展示一下。我操！将军的铁砂掌竟然打不破一块泥巴！本王来试试。呀！这到底是什么石头？怎么比晶铁还要硬？这叫硅酸盐水泥混凝土，水花反应形成极其致密的晶体结构。只要有这种泥浆，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开山凿石头建城墙。从今天起，北荒全面进入1级战备基建状态。张大彪带3万人给我浇筑一条高10米、厚5米的纯水泥防线。贺峰带2万人去铺路，用水泥铺。末将在。皇帝不是想封锁我们吗？等开春大雪融化，他派大军来的时候，他会绝望地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饥寒交迫的北荒大营，而是一座拔地而起、刀枪不入的钢铁与水泥铸成的现代工业堡垒。快，岛储队上，把里面的气泡全部给我打碎！要是墙体里留了空某，冬天一冻全得裂开！是董事长。婉儿啊，歇会儿吧。这墙已经修了10里地了，别说朝廷的兵马，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撞不开呀。10里地算什么？我的目标是把整个北荒边境全部用水泥封死。这可是10万免费的极品劳动力啊！每天只给他们吃3顿土豆粉条，就能爆发出这种恐怖的生产力。我不把他们压榨干，我都对不起我这董事长的头衔。大彪哥，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中毒了吗？闭嘴，别慌。脉搏极其微弱，心率过速，肌肉出现严重的不自主痉挛。发生什么事了？王爷，出事了！不光是工地这边，大营里刚才也有几百个兄弟突然晕倒，御医看了，说是虚脱症。虚脱？他们每天吃着土豆炖肉，怎么会虚脱？是低钠血症。我问你们，火头营里的井眼是不是断供了？贺峰，怎么回事？本王不是让你派人去黑市高价收盐了吗？王爷，收不到啊！狗皇帝下达了3禁令，整个河南南干被御林军彻底封死，一只苍蝇都飞不过来，所有的黑市商人全被抄家灭族，谁敢卖给北荒，就是诛九族的死罪。为了不影响干活，末将只能每天往大锅饭里多倒点醋。断盐？狗皇帝！好阴毒的手段！没盐吃，我们连刀都拿不稳了。皇帝这是要活生生把我们熬死在这里呀！贺峰，集结3万铁骑，本王今天就算杀穿难关，也要把盐抢回来。王爷，不可啊！大雪封山，骑兵根本冲不过去啊！动不动就拔刀，你当你是古惑仔啊？不就是没盐吃吗？至于在这儿要死要活的？苏姑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人3天不吃盐，连路都走不动。咱们10万人去哪儿弄那么多盐啊？去哪儿弄？距离大营不到50里，不是有一座全大前最大的露天盐矿吗？守着金山要饭吃，说的就是你们这群古代文盲。婉儿，你疯了！那个方向只有百鬼湖啊！那里方圆100里寸草不生，湖水剧毒无比，当地人称那里的石头为鬼盐，碰都不能碰。你要让大军去吃毒药？我说你们是文盲，你们还真是一点都不谦虚。湖水发白，寸草不生，是因为那是一个极高浓度的内陆盐碱湖。那是因为湖水里除了上食盐，还有氯化镁、氯化钡等重金属杂质。镁盐极苦，败盐直接吃会死人。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既然有毒，还怎么吃？只要把毒素分离出去，剩下的不就是极品净盐吗？王爷，准备100口大锅，5000斤绳回会，1万斤草木灰。今天
本董事长就给你们这帮土老炮表演一个，什么叫硬核化学提纯，点石成金。先把那些白色的毒盐晶体敲下来，放进锅里，加湖水煮沸溶解。苏姑娘，这水熬出来都是黄褐色的，苦涩刺鼻，闻一下都头晕。这真的能吃吗？婉儿啊，这可是传说中的化尸水啊！你别玩脱了，把咱们全毒死在这儿啊！他就是个疯子，这种毒水要是能变成，我苏青青把这铁锅生吃了。急什么？接下来才是核心科技。草木灰和金石灰可是天然的强洁和沉淀剂。到。这是怎么回事？水底怎么凭空生出这么多白色的泥巴？酸碱中和反应置换出了导致苦味和剧毒的镁离子和重金属钡离子，把上面清清的盐水舀出来，倒进木炭缸里进行2次过滤。清了，水变得像山泉一样清澈了，一点苦味都没有了。最后一步，大火收汁，蒸发结晶。起锅。这是盐。王爷，验个毒。如何？绝世好盐，大军广告！有盐了，我们不用受制于人了。董事长万岁！咸的，真的是咸的，老子终于活过来了！完了，连毒壶都能变成金山，这女人到底是人是鬼啊？婉婉，你不仅救了10万大军的命，你还给北荒找到了一条生生不息的财路。格局打开点儿，我的赘婿，这只是一步闲棋。如果没有御寒的衣物，我们依然熬不过这个冬天。我要用这些羊，彻底榨干京城权贵的最后一个铜板。董事长，您就不懂了，羊皮极其腥臭，穿在身上不仅重，还招惹野兽。杀鸡取碗，那是蠢货才干的事儿。我要的是羊毛。羊毛里面全是羊油粪便，硬得像钢丝，根本纺不出线。那是你们不懂什么叫高级化学造化脱脂工艺。明天派人活捉1万只羊。别跑，你这畜生，把毛给老子留下！点火，烧水，准备造化池。苏姑娘，您这是要炸油条吗？炸你个头！把凉碱水倒进热油锅里，快！这是什么东西？这叫肥皂。把那些臭羊毛扔进去，疯狂搅拌，然后去护城河漂洗。这比江南进贡给皇上的上等棉花还要软和100倍啊！
还没完呢，苏伯安。在，董事长，属下在。看好了，这叫流水线，机械作业。热，太热了！这衣服比羊皮袄轻了100倍，却暖和了1000倍。婉婉，你不仅是北荒的神，你也是本王的。打住！把剩下的顶级大衣和银烟全部装车，我的赘婿带上铁骑去南关。我们要去给大钱的权贵们送一点小小的、极其昂贵的特产。大将军，消消气儿，喝口热水御御寒吧。这他娘的是水还是泥汤子？盐呢？老子让你们往水里撒的盐呢！朝廷为了锁死北荒那帮叛军，下达了3禁令，断绝了北方所有的商路。京城兵部那帮只知道喝花酒的狗大户，把朝廷拨给咱们南关御寒的炭火和皮帽层层克扣，全换成了他们在秦淮河畔的红粉吃气。如今咱们连1两干净的祭盐都分不到，兄弟们只能喝这种从后山舀出来的泥沙苦卤水，苦涩的直犯恶心啊！他娘的，真是一群误国的酒囊饭蛋！天天飞鸽传书，催着老子严防险守，连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北荒。再这样下去，老子的兵自己就得先冻死、饿死在城墙上。大将军，慎言，慎言啊！慎言个屁！老子连命都快没了。不过，咱们南关虽然挨冻挨饿，但北荒那帮刚刚撕了圣旨造反的镇北军，日子只会比咱们难过1万倍。朝廷早就给北荒断了江南的棉花和江南的官盐，萧渊手里那10万大军，如今既没有御寒的衣物，又没有盐巴，在这零下30度的北荒冰原上，他们就算再能打，不出10天也得成片的冻死。大将军英明，朝廷这坚壁清野的手段确实毒辣，虽然把咱们自己也卡得半死，但确实能活活熬死镇北军啊！请进，敌袭！这他娘的是镇北军叛军！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那白花花的衣服难道是棉花？不对，朝廷明明命令咱们把棉花和布力的路子卡得死死的，他们上哪儿弄来的御寒冬衣？大将军，您看最前面那位。王爷到了没啊？你这马颠的本董事长胃酸都快出来了，今天这加班费必须翻倍啊！到了，本王的安保大队已经全员就位。董事长，接下来看你的了。行，安保队长表现不错，今天中午给你加一个大鸡腿。城墙上的文盲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特意带了咱们北荒的特产，来给南关挨冻的兄弟们送乌暖、做慈善啦！放箭，给本将放箭！王爷的金刚刀可是削铁如泥呢。陆大将军，我保证你这生铁铸造的城门撑不住我赘婿2刀，要不要试试？苏婉，你到底想干什么？两军交战，你带这些爬灵来干什么？做生意啊，把咱们的流动野外生存样板间给我支起来。好嘞！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王爷，别光顾着喂我，去给门口那几位被冻得像冰雕一样的客人上茶。好。陆大将军，别站着，坐。来人，给陆大将军上我们北荒重工的主打产品——北荒牌猪肉酸菜炖粉条。是，董事长。萧渊、苏婉，本将乃是大前朝廷的命官，深受皇恩，绝对不会受你们这些反贼的糖衣大包诱惑。有种，你们现在就杀了本将！我要是吃你们一口东西，老子就不姓陆。行啊，那改姓苏吧。我北荒重工缺个看大门的保卫科副科长。陆大将军，别撑了，你手底下的士兵现在连精盐都吃不上了吧？朝廷因为大雪崩根本运不来御寒物资和精盐。胡说八道！
我南关物资充沛，要什么有什么。别装了，看你那干裂的嘴唇，还有你手下士兵那松弛颤抖的肌肉，典型的电解质严重流失。再不吃盐，等开春雪化，你们连拉弓的力气都没有，直接成废人。这是什么？白玉粉吗？白玉粉，长点脑子好不好？这是本董事长亲自从百鬼湖里提存出来的极品雪花精盐。百鬼湖，那是毒壶，是化尸水。你居然拿毒水熬盐，是想毒死本将吗？大将军，没文化真可怕。我之前解释过了，那只是半生了重金属杂质的碱糊。本董事长用草木灰中和生石灰沉淀重金属，再用活性炭2次过滤，最后结晶。这盐可比你们大前京城皇家特供的贡盐还要纯净10000倍。很甜，没有一丝苦涩。甜的。不信，陆大将军试试呗。这世上居然真的有这等神盐！大将军，您怎么了？是不是有毒？你个头，这盐比皇上赏我的贡盐好10000倍！快给老子装一麻袋！装一麻袋？陆大将军，你白嫖呢？想要这盐？行啊，拿钱来买。多少钱？10两银子1斤。10两？你这是抢劫！大钱最好的青盐也不过50文1斤。那是垃圾，能跟我的雪花盐比吗？而且你现在有的选吗？你如果不买我的盐，你这3万大军连刀都拿不稳。到时候塞外匈奴要是打过来，你丢了南关，皇帝诛不诛你9族？你觉得是你的9族值钱，还是10两银子1斤的盐值钱？我不仅卖盐，你看我这件衣服，纯北荒野生绵羊毛，经过我独创的高级化学皂化脱涤工艺，去除了所有的腥臭味和油脂，柔软如云，保暖性是棉花的3倍。北荒牌顶级羊绒大衣，穿上它，你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站1天都不带打一个冷战的。这简直是神仙穿的衣服啊！比本将那身陈铁铠甲轻了50斤，却暖和了100倍。大将军，这衣服也卖？卖，当然卖，一件只要100两银子，概不深账。100两？贵吗？陆大将军，你可以不买，但我保证，等会儿我把这些东西拉到南关城墙下，去卖给你手底下那些快要冻死的普通士兵。你说，他们是愿意为了朝廷那道虚无缥缈的封锁令，在雪地里被活活冻死，还是愿意拿手里的刀枪、金铁，甚至是关卡里的铜钱来换他们一条命？苏婉，你这是要瓦解我南关的军心啊！错了，大将军，我这不叫瓦解，我这叫北荒重工与农业联合集团南关分公司开业典礼。我知道你南关手里没那么多现银，本董事长也不稀罕你那点破铜钱。我要你关卡里堆积如山的金铁矿石，我要你库房里那些发了霉、你们不会用，但我会用的棉花和硝石。我还要你这3万守军每天轮班给我去黑死林外围开垦荒地、修路、建水泥大棚。如果你答应，以后南关的兄弟们不仅有吃不完的雪花盐，穿不完的羊绒衬衫，还有顿顿管饱的猪肉酸菜炖粉条。如果你不答应，本王的安保大队不介意现在就送大将军去京城见见皇上。陆大将军，想好了吗？这能去污的东西又是什么？这叫肥皂，送你们了，洗澡用的，用来洗去你们身上那股穷酸、无知，而且快要冻死的腐臭味。苏董事长，您看，本大将军这资质，能当个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不？大将军，大你个头！还不快去把库房里的铁矿石全部给董事长拉过来！敢看董事长一眼，老子扒了你的皮！是。苏姑娘万岁！董事长，本大队长的安保工作，你可还满意？勉勉强强吧。明天给你升职，当北荒集团的保卫科总科长。只当科长，本王更想当董事长的枕边人。打住！不许办公室恋情，赶紧去干活。
把陆雄那3万劳动力给我安排好了。开春之前，我要让南关和北荒之间的水泥路全部通车。是，董事长。快，把这车水泥倒进去！董事长说了，今天天黑前把这条10里长的国道铺完，晚上食堂加餐吃红烧肉。董事长，王爷，您让高炉那边打造的怪车已经送过来了。哦，组装好了，走，验货去。这是什么玩意儿？董事长，这车轮子怎么是铁包木的？而且车轱辘和车架子中间夹着的这几片弯曲的钢板是干啥用的？这叫多片钢板弹簧减震悬挂系统。大前的马车，车轴直接连着车厢，路面只要有一点坑洼，震动就会全部传导到车上，跑得稍微快点，拉的货物能被颠碎，人能被颠出脑震荡。所以我用高炉炼出来的金刚打造了这些极具弹性的钢板，它们能吸收路面80%的冲击力。不仅如此，我在车轴里加入了用钢水浇筑打磨的简易滚珠轴承，虽然精度比不上现代工业，但在抹上猪油润滑后，摩擦力至少比你们大前的破木头车轴降低了5倍。听不懂？没关系，试驾一下就知道了。去挑10匹最壮的万马套上，拉5000斤生铁，去咱们刚修好的那段水泥路上跑一圈。5000斤？董事长，咱们大前最好的辎重车4匹马拉2000斤就是极限了，5000斤这车架子不得当场散架呀？让你去你就去，废什么话？是，小月，驾！老天爷啊，这速度，这载重量，如果用来运兵和运粮，这天下谁还能挡得住镇北军的铁器？董事长，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少拍马屁，物流系统解决了。贺峰，末将在。把咱们这半个月生产的5万件极品羊绒大衣，还有5万斤雪花银盐，全部装车，拉到南关的交易市场里去。给我把大前京城那帮狗大户的钱全部吸干。老爷息怒啊！废物！今大雪封山，全是一群废物！南方的棉商、飞扬、陈机囤积居奇，价格已经翻了10倍了呀！府里的炭火也快烧光了，老夫人昨晚都冻得直咳嗽。本官难道不知道贵吗？皇上3令5声，坚壁清简，不准任何商队前往北荒通商，连带着整个北方的商路都断了。可是家里总得穿衣吃饭啊！现在别说棉衣了，连市面上的青盐都快断顿了。老爷大喜啊！什么大喜？诈尸了不成？不是，是前几天您派去南关边境黑市碰碰运气的商队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一批极其逆天的神物。能有什么神物？他们自己都没冬衣穿。这是什么料子？商队的人说，这叫北荒特供极品羊绒衫。老爷，您快穿上试试。这简直是神仙穿的衣服啊！那帮商队在哪儿弄来的？这等神物为何京城从未见过？商队说这是镇北军在南关搞出来的北荒重工联合集团卖的。老爷，您再看看这个，甜的，没有泥沙味，这才是人吃的盐啊！快说，这盐多少钱一斤？这羊绒大衣多少钱一件？本官要全部包圆。盐100两一斤，衣服1000两一件。什么？他们怎么不去抢？老爷，商队说了，人家根本不愁卖，那边现在已经彻底封了。镇北军修什么一条水泥的神路，马车跑得飞快，现在全天下的黑心富商都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往南关冲。而且，商队说那个什么苏董事长放话了，北荒物资有限，实行饥饿营销和 VIP 额制，没有他们发放的黑卡，就算您带1万两黄金去，人家连1粒盐都不卖给您。饥饿营销？上手账房 VIP 配额，快！这等神物，就算倾家荡产，本官也要买回来进贡给皇上和太后。开门啊！老子有的是钱，给我来10斤雪花盐，多出2000两买一件羊绒大衣，求求你们开门吧！董事长，下面的人已经冻得快骂娘了，真的还不开门吗？急什么？这叫饥饿营销的极限拉扯。这帮人在京城作威作福惯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珍惜的。如果他们冻急了，强攻怎么办？有这些火力网在，就算皇帝把御林军派来，我也能把他们轰成肉泥。陆雄，在。开门，放韭菜。来了！
别怕，我们是正规企业，合法经营。今天是我们交易中心开业的第1天，为了感谢各位老板千里迢迢送钱来，我们决定举办一场小小的拍卖会。不废话，规矩羊绒大衣起拍价1200白银，雪花精盐起拍价500两白银1斤，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两。你这是抢钱，大钱的王法何在？哦，这位老伯嫌贵啊。陆雄，把门关上，把暖气停了。不要停暖气，我买还不行吗？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那么拍卖现在开始。第1件，北荒至尊版雪狐毛领羊绒大衣，起拍价1000两。1100两，1500两，2000两。这件衣服必须是老子的，谁敢跟我抢？5000两，赵某出5000两。董事长。疯了，他们全疯了！5000两买1件衣服，咱们这10万件衣服，岂不是能卖出5000万两白银？大钱国库1年的税收也才3000万两啊！没出息，这就疯了。等皇帝老儿发现他用来发军粮的国库银子全跑到了咱们北荒的口袋里，他会不会气得当场中风？本王只知道，大钱的天下很快就要姓苏了。报，启禀王爷，董事长，我们在交易中心外围3里的雪地里抓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探子，他们身手极高，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是皇帝的血滴子暗探。他们装备精良，手里还拿着飞爪和迷药。他们交代，皇帝更不相信南关会叛变，派他们来是想趁乱潜入大营，偷取水泥配方和熬盐秘术。如果不成就暗杀董事长。